身上的味道为什么能压下我的寒毒？千日寒，你中的是千日寒。你知道怎么解？闭嘴，先活命！我的血只能压制，治标不治本。师傅说过，这法子用一次就少一次。毒暂时压住了，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的血和气味能解我的毒？我是大夫，你中的是千日寒，需100年火灵之作药引，否则活不过3年。告辞。你叫什么？一个刚好能治你病的人。让他们站远点。盟主，方圆百里的女医都在这里。您说的那个气味，属下实在分辨不出。不是他们，那个味道轻得像雨后的药谱，不沾半点脂粉。景兰哥哥，你身子还没好全，这是我亲手炖的。滚！7年了，我闻过无数女人身上的味道，只有这一缕让我想靠近，而不是逃离。你昨晚说火灵芝在焚天谷，是。焚天谷100年无人活着出来，所以我还没答应去。你昨晚说给我半年，那是说给你听的。我自己的命，我得自己掂量。景兰哥哥，这个女人来历不明，我刚才看见她翻药箱，她一定是刺客。他翻的是自己的药箱，可他……你的参汤洒了，先去收拾。那你现在掂量完了吗？你府里有人想让你死，我留下来不一定比去焚天谷活得久。那你选哪边？我选焚天谷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我从焚天谷回来之前，你府里那个孩子，你弟弟，别让他吃任何人给的点心。你什么意思？苏小姐，你袖口的桂花粉降到参汤晚盐了，下次擦干点。你是新来的大夫吗？我肚子好疼。你今晚吃了什么？念芷姐姐给的桂花糕，可甜了，她让我多吃一块。诗安，你信我吗？好，我现在抱你去找你哥哥，你在我怀里睡一觉，醒来就不疼。诗安，你别碰他，你身上寒毒余脉未清，碰了他你俩一起倒。他怎么了？寒骨散，入体2个时辰，借桂花香渗血，专门引动寒毒。谁给他吃的桂花糕，谁就是冲着来的。他才4岁，他不关心年纪，他只关心你倒不倒。拿温水化开，喂他，一勺一勺喂，别急。你确定他撑得住？我刚才给他撒了护心散，暂时压住了。你喂完这包药，他半个时辰内退清。盟主，苏小姐一直负责小蚊子一事，关起来，所有物证人证，天亮之前摆到我桌上。若苏小姐反抗，她不会反哭，然后把所有事推给下人不懂事。你查她房里的桂花粉罐子就行，寒骨散还掺在里面。你进府第1天，怎么知道她有问题？我说了，我是大夫，大夫看的不仅是脉象。你还没回答我。他看你的眼神不对，女人看心上人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东西，他眼里没有。你明天还去焚天谷吗？去。你刚才还说没掂量完。因为你弟弟刚才在我怀里说：“姐姐，我信你。”你这辈子被人信过几次，你自己数。哥哥，那个姐姐好香。是挺像的。林婉堂，记住。姑母，我是冤枉的，你是这新来的女人陷害我。苏小姐说桂花糕是被人动了手脚，那请问，这封要求采购焚天谷特制主旨的密信，用的是你苏家商号的暗语，这怎么解释？
我来盟主府的第一天，就查了所有药材和用度的往来账册。你苏小姐的仓库3天前进了一批这种竹纸，证据确凿。苏念之，你为一己私欲，谋害盟主府嫡系血脉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，逐出盟主府，永不得踏入半步。你早有准备。我说了，我是大夫，不留一手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焚天谷，我会去的，你只需守好盟主府，等我回来。林婉航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厌恶天下女人的气味，却唯独贪恋这一缕药香。待着别动。你的毒发作了，死不了。林婉堂，别分心。张嘴。你的医术。别说话，真气逆行，我帮你护住心脉。你的手。体外伤。方才你推开我，不要命了。你死了，谁给我火灵芝的报酬？他明明是为了救我。焚天谷内瘴气弥漫，还有异兽看守火灵芝，100年来无人活着出来。我若死在里面，你便替我带石安离开盟主府。你倒是会安排后事。我这一生厌恶女人，不近女色，唯有你，林婉航。若我能活着出来，你留下来。留下来做什么？留在我身边。必须引开他。走！小巨人，拿到了，快走！你先治你自己。我是大夫，我知道怎么治。皮肉伤，不妨事。林婉堂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救我？你甚至不认识我。我说了，我是大夫。你撒谎，大夫不会用自己的血做药引，你早就知道你的血能解我的毒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师父曾中过类似的毒，我用自己的血救过他，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让你觉得欠我人情？好，那我欠你这辈子还不清的人情。从今日起，林婉堂，你是我萧景兰的恩人，谁敢动你，我让他灰飞烟灭。盟主，你没死。二弟，你平安归来，做大哥的自然高兴。只是大会已经开始，你既已失踪多日，按规矩，盟主之位需有人暂代。暂代？我还没死，你急着坐上来。我听说有人散布我死于焚天谷的谣言，并以此为由集结诸位长老。谁传的？二弟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我只是为武林大局考虑。为我考虑？那你为何派人堵在焚天谷外，想毁掉火灵芝？血口喷人！大公子，您派去的人身上带着萧家暗卫的令牌，需要我拿上来给大家过目吗？大哥，这些年你觊觎我的盟主之位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你不该动火灵芝。我若死了，萧家满门谁来护？你不过是个寒毒入骨的废人，凭什么？废人？盟主的寒毒解了？
从今日起，萧景琰逐出萧氏宗族，剥夺一切家产和武林身份，即可执行。你身边那个女人，她才是祸水！你以为她为什么能解你的毒？她根本就是……你大哥最后那句话，你不想问？他狗急跳墙，说的话我不信。他说对了呢。如果我真的来历不明，身上背着别的目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吗？你沉默，就是不是。我师父是原寒毒谷的药王，被仇家灭了满门，只剩下我一个传人。我从记事起就知道我的血能解寒毒，我是来给你解毒的。但我一开始接近你，确实是刻意安排。刻意安排又如何？你救了我的命，这是事实。你不介意？我介意的是你瞒着我，但我更在意的是你留下。从今日起，你是我萧景兰的人，谁敢翻你旧账，就是翻我的账。你要走？你知道了，我师父的药王谷当年曾为萧家供药，30年前萧家遭遇内鬼投毒，毒药配方出自药王谷，我师父被逐出武林，隐姓埋名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药王谷跟我萧家有过节？我知道，但我更知道，你娘用的那张方子，是我师父用命换下来的废膏。你为何不早说？早说了，你还会让我进盟主府吗？你寒毒已紧，我留在这里也只会给你惹麻烦。我走，对大家都好。我不准。你说你师父是被冤枉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敢不敢留下来，把那个偷方子的人找出来？你敢用我？我说过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信你。他居然是药王谷余孽！只要我找到当年偷药方的真正凶手，或者我制造一个证据，就能彻底把他踩死。盟主，属下查了药王谷30年前旧档，当年药王谷确实被偷过一张寒毒方，偷方子的人是萧家内鬼，不是药王谷主。那药王谷主为何不辩解？当时萧家下令封谷，他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。而且，偷方子的人，线索指向一个人，谁？当年的盟主夫人，您的生母。你3天没合眼，就算寒毒解了，身子也不是铁打的。林婉堂，如果你师父的冤屈跟我母亲有关，你恨不恨萧家？我师父临死前说，他不恨任何人，只恨自己没能护住药王谷。他让我替他找出真相，不是报仇，是证明。证明？他说他一生只求清白。你是萧家人，但你没有错。我陪你去查。这里有一笔账，30年前盟主府从药王谷采购的药材中，有一批赤焰草被改账为普通当归。赤焰草是炼制寒毒散的主要之一，改账的人写了批注，夫人亲笔。把这个塞到林婉堂的枕头底下，里面是伪造的药王谷与魔教勾结的密信。明日老夫人会亲自带人来查，只要搜出来，她就死定了。姑母，我亲眼看到她房里有与魔教往来的密信。林大夫，得罪了。看，人赃并获。念之，你方才说密信在枕头下面。对，我亲眼……那封信是我今早放进去的。你让人偷我书房里的旧信，又伪造了一封魔教密信。那封密信上用的墨是3个月前新出的桂香墨，而你房中恰好搜出同款墨条。念之，你竟敢诬陷盟主府的大夫！姑母，来人，把苏念之关入后山禁地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半步。
你就是那个能解寒毒的血医，把你的血交出来，我留萧景兰一条命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他的目标是活捉我，只要我在阵中，他就不会撤。你退后！萧景兰，你信我吗？这是我配的血银散，能短暂增强血障药性。你把追兵引入断魂谷，我在谷中布阵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小丫头，你跑不掉了。退！混仙阵，你中计了。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替我挡？我说过，你是我的人。小伤，你内脏震伤了，这叫小伤。那你治我，治好我，我娶你。你，我认真的，这辈子我萧景兰只你一个人。攻！雾中有软筋散，吸入者半个时辰内地力尽失。大哥，你带兵强攻盟主府是谋反。你有本事就下来！哼！凭什么？凭什么老爷子把盟主之位传给你？就因为你是嫡出。你勾结魔教通敌叛国，就为了这个位置？我得不到的，宁愿毁了。晚唐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就是弑兄之人！我不杀你，陈玄，把他押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今日，我萧景兰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宣布一件事：林婉奢，从今日起，你是我萧景兰的结发妻子。你是药王谷唯一的传人，也是我萧家的恩人。谁敢再拿你的出身说事，就是与我为敌。好孩子，你救了景兰2次，也救了萧家满门。这盟主夫人的位子，你当之无愧。1个月前，我还是一个四处漂泊的游医，如今我站在他身旁，有了家。你告诉我，你是被陷害的。你说你一生求清白。可这封信上，你分明承认了毒方出自药王谷。晚唐，记住，药王谷的血脉从不低头。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寒毒方的事，你就说是有人偷了方子。可是师父，您明明说过那是您亲手写的呀。有些债背在身上就行了。不要传给你。你师父的信，他骗了我，毒方确实是他写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母亲留下的账簿里夹着一封信，是你师父写给他的。他说，若萧家不退兵，药王谷全枯死。他写下毒方作为贡品，换一股活命。你师父没有害萧家，他是用一张不能用的方子，换了300条人命。真正用那张方子下毒的人，是我母亲。你母亲为什么？为了夺权，他用那张方子毒死了我父亲，嫁祸做药王谷，又派人封谷灭口。你师父被囚了30年，始终没有说出真相。你师父不丢人，他护住了你，护
护住了药王谷最后的血脉。你也是。我要去药王谷就职，祭拜师父。我陪你去。盟主府的事，盟主府可以等，你的事不能等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师父的冤屈，我替他还。那是你母亲。我是萧景兰，我不替罪人遮掩。好。盟主，老夫等体内寒毒积攒30年，五脏六腑皆已受侵蚀，属下无能为力。不可能！他的寒毒不是早就清了吗？他根本没有解毒，他把解药都给你用了。他体内毒性和你当年一模一样。他用自己的身体养着毒源，每3年发作一次，替你分担寒毒侵蚀。你身上的毒越来越轻，他身上的毒越来越重。娘，你为什么？你是萧家唯一的希望，我不能让你废了。我的血能解寒毒，但老夫人的毒已入骨髓，光靠血不行，需要用金针渡血，引毒入我自己体内再化掉。稍有不慎，我也会中毒。你要做什么？渡毒。不行，她是你娘，也是萧家唯一一个愿意用命护你的人。我既然能做，就必须做。万堂，别说话，护住我心脉。孩子，别用你的命换我的。我来药王谷，就是为了还你萧家一个清白。你师父当年把毒方交给我时，他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萧夫人，这张方子你若用了，药王谷便背了这黑锅；你若不用，药王谷满门皆亡。我选用了，这一辈子，我欠药王谷一条命。老夫人，我死后，把我和药王谷的碑立在一起，我欠他们的下去还。景兰，你娶她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娘，我本就打算娶她。好，好。周伯，当年他负责府中所有药材采买，我父亲暴毙之后，他连夜消失。属下查到，他这些年一直潜伏在魔教残部，化名毒翁。大公子被劫，就是他的手笔。他要萧景天做什么？萧景天是我萧家最后一条血脉旁支。若我死了，萧景琰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，他要用萧景琰做傀儡，重掌武林。那还等什么？人往哪条路去了？南面，药王谷旧址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颠簸太久。你脸色不对，我大脉。我自己是大夫，我自己。你有了身孕？什么？1个月有余，我竟没察觉。你不能再赶路了。可是药王谷，我去。你恢复养胎。我不回去，那是我师父的坟，我必须去。而且，你让我一个人在府里等着，我不放心。药王谷的传人，还有萧家嫡子。好啊，都到齐了。周伯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是萧家血脉，你放了我！放了你，我要用你当饵，把萧景兰引进来。谷中有我布了30年的毒阵，只要他踏入谷心，必死无疑。你娘当年就是用这张毒方杀了你爹，如今我用它杀你，也算物归原主。你才是真正的投毒者。我
我不过是把毒方放进你娘的茶里，让她亲手喂给你爹。是他蠢，做了我的刀。师傅留下的解毒方子果然有用。周伯只拿到了毒方的一半，另一半留在了药王谷的密道里。萧景兰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杀了你大哥！你杀他与我何干？他背叛过我，他是你亲大哥，你冷血到这个地步！二弟，别管我，他猎我，只是为了夺你的盟主之位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终究姓萧。杀了他！我娘欠药王谷的，我替她还了；你欠我爹的，我替他要回来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因为你是我大哥。我派人暗杀你，夺你的位，勾结魔教，还害了你身边那个女人。我知道，那你还不杀我？我娘说，萧家人不能自相残杀。你恨我，可以，但你若再动他，我不会再留情。他明明可以杀了我，却留我一条命。我争了半辈子，竟是争了个寂寞。药，我自己会熬。我熬的。苦。那加点蜜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比我还细心？你是我妻，你肚子里是我孩子，我不细心谁细心？萧景兰，你真的不介意我师父的事？你师父用毒方换全谷性命是义，我娘用毒方杀人是罪。我从没把他们的账算到你头上。那如果我师父当年真的为了自保投了毒呢？那你也是你，我娶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师父。二弟，我想好了，边疆流放，我自愿去。你去了那边，活不活得过3年都难说。活不过，那是我的命。活着过，我再回来，看你当个好盟主。老大，活着回来。娘，对不起，他终究是我大哥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林婉堂，我萧景兰在此立誓，若负你，天诛地灭，魂飞魄散。你说你也愿意？我愿意。山呼海啸，萧景兰，你5岁时，萧老盟主与先帝定下婚约，你与北境燕家嫡女结为夫妻，婚书在此，先帝亲笔为证。我从未听说过这门亲事。你当时年幼，不记得也正常。婚书一直由燕家保管，如今燕家与约而来，你却已另娶他人，你这是违抗先帝旨意。盟主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先帝遗诏，若拒不履行，盟主之位恐有动摇。燕家手握北京30万兵马，若因此交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燕小姐，婚书可否容我一看？陈先生，劳驾取一壶热水来。是。燕小姐，这封蜡是年年内新封的，30年前的蜡不会裂得这么齐结。你这卷轴是后来重新装裱过。先帝遗物自然有人保管修缮，修缮可以，但蜡封上的印文不对。先帝年号章在30年前用的是永和，这上面的章是永安，永和是30年，永安是5年前。林大夫所言不虚，这卷轴是先帝早年御笔，但婚书文字是后来添上去的。燕小姐，
你伪造先帝遗诏。萧景兰，你果然敏锐。这婚书是假的，我认。但北境燕家确实有与你结盟的意愿。我此来不是逼你娶我，是想与你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北境铁骑助你镇压魔教余孽，你以盟主之名护燕家商道30年，一纸盟约比婚书实在得多。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心思，我只是替燕家找出路。盟约可以谈，婚书销毁。成交。从今日起，我萧景兰的妻子只有一人，林婉堂是我唯一的夫人。师父早就留下了证据，他一直都知道火灵芝能证明药王谷的清白，所以他让我去焚天谷，不只是为了救萧景兰，也是为了替药王谷翻案。你果然会来，你认识我师父。30年前，药王谷被灭门之前，你师父派人往燕家送了一封信，他说他若死了，请燕家把火灵芝的消息传出去。你们为什么没有传？你师父信上还写了一句话：若萧家不灭寒鼻，火灵芝永不可现世。我们以为是陷阱，可你去了焚天谷，活着回来了。你师父没说谎，火灵芝真的在那里。所以你们现在找我，是想借着火灵芝余威，跟萧家做交易。对，燕家的商道被魔教堵了3年，只有武林盟的人能打通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萧景兰为了你会做任何事。这笔交易，你来做中间人。他想要商道，给他，但你要告诉他，从今往后燕家若敢拿你师父的事做文章，我翻脸不认人。你答应的这么爽快？你师父的信上写火灵芝可证清白，我们拿回火灵芝那天，你师父的清白已经在天下人面前还了。燕家现在提这件事只是借势。你不生气？我生气的只有一件事，你瞒着我偷偷去见燕飞雪。你是盟主夫人，不是孤身一人，下次去见任何人让我陪着，听见吗？你退到后面去。这里每一寸地都是我师父走过的路，我退不了。周伯的仇，今日用你药王谷的血来还！想动他的坟，先问我的剑。这阵是我师父当年留给药王谷的最后屏障。你们以为周伯布的是杀阵，其实那阵早就被我改。贱人！谁准你碰他？师父，药王谷的仇我报了。您教我的医术，我用来救了很多人，您没有白教我。你师父如果还在，会以你为荣。是吗？他让你找火灵芝证清白，你找到了；他让你活着，你活着；他让你传药王谷的医术，你正在传。你做到了所有他希望你做的事，可我再也见不到他。你见他了，在这风里，在这药味里，在你手上的每一道伤疤里。盟主，药王堂乃丹药毒术之流，与正道武林格格不入。你中了寒毒，谁给你解的？你手下弟子受了内伤，谁给你配的药？药王谷传人在此，你告诉我药王堂格格不入。诸位前辈，药王堂不炼毒，不治蛊，只做2件事：种药救人。盟主府的伤药今后统一由药王堂供应，各位若有需要，药王堂的药材7折供售。7折？对，前提是药王堂的医师在各派行走时，各部不得阻拦，不得刁难。你怀着孕，蹲在这里做什么？种药，药王堂总要有个像样的药谱。
我让人给你建。你建你的盟主府，我种我的药，各干各的。你干嘛？你种的药，我来培土。堂堂盟主亲自下地除土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像话，像我萧景兰护老婆的样子。你今天在大会上说药王堂的事，长老们虽然应了，但心里不一定服气。服不服气是他们的本事。你种你的药，救你的人，假以时日，他们离了你活不了，自然就服气了。你对我这么有信心？我对我自己选的人有信心。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去药铺。你也是。林婉堂，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。谁派你来的？你杀了周伯，教主不会放过你。那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野种都要给周伯陪葬。野种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杀了我，还有人来。教主已经下了诛杀令，武林盟主一家一个不留。陈玄，带下去审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知道他们老巢在哪儿。抓到了。小角色，他们教主没来，所以还有后手。你怕不怕？怕他们伤到孩子。我不会让他们碰到你一根头发。我知道，但你不能一个人扛。我是药王堂的堂主，不是养在深闺的花瓶。你当然不是花瓶，你是这个家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但刀也要入鞘养一养。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再跟我并肩，行不行？你们教主在哪儿？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昨晚那个刺客招了，我再问一遍，你们教主在哪儿？教主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他去了北京，他要联合北京外族反攻。陈玄收网，传令北京各关隘，看到魔教教主，格杀勿论。得令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出去！我哪儿也不去，你用力，我在这陪你。你一个男人进产房晦气！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，没有晦气，你给我好好撑住。盟主夫人，用力，看到头了。是个公子，健壮得很。还有一位小姐，母女平安。婉堂，你看，他们都像你。像你才对，你鼻子那么高。你哭了？没有。你肩膀在抖。风大。萧景兰，你有儿子了，也有女儿了，别哭了。我高兴。魔教教主联合北京外子消息，还是等夫人坐完月子再说吧。我3日后出发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刚生完孩子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我可以带着孩子一起。药王堂的医者我也能调。婉堂，你在府里就是最大的后盾。药王堂的人你调过去，前线伤药你统一调度。我不需要你上战场，我需要你在后方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。我走后，府中一切事务听夫人调令。陈玄，你留下。盟主，属下请战。你留下替我看着他，他少一根头发，我唯你是问。是。陈玄，北境前线的伤药还缺多少？夫人，止血散缺了30%，退药汤缺了1半。药王堂的库存全部调过去。另外，传信燕飞雪
请他打开北京商道，药材从他那边走，快一半。燕小姐会答应吗？他会，他欠我师父的人情，该还了。夫人，您的伤还没好，不能这么赶路。他中了毒箭，多耽误一刻就多一分危险。闭嘴，跟上。就是他，教主要活口。哼。药王堂主，你这趟赶得可真急。燕小姐，谢了。不谢，你欠我一次。萧景莲在30里外的前线营中，我送你过去。多久了？3个时辰了。盟主用内力强压了毒，但毒已经入了心脉。拿刀来，水、生筋草、黄连、当归各3钱，磨粉调进去。晚风，别说话。毒轻了，但伤还没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孩子，孩子有娘看着，我来看你死没死。你又放血？我是大夫，放点血死不了人。你去，你一个人？药王堂有30名医者，陈玄有100名护卫。燕飞雪的北境铁骑可以截断他后路，我只要把他引到药王谷，毒阵就能困住他。那是魔教教主，不是街头混混。我是药王谷传人，他那点毒术，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你活着回来，我答应过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你确定他会来？他想要的不是盟主府，他想要的是当年我师父留下的那本《药王毒经》。他以为那本书在谷中，我让人放出风声，说毒经埋在师父坟下，够狠，拿自己师父的坟做饵。师父若还在，也会这么做。你就是那个女娃娃，把毒经交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毒经在我脑子里，你要就自己来取。这阵我改过，比30年前那版快3倍，你跑不掉。轻点儿。现在知道疼了，你自己从北京跑回来的时候怎么不疼？我赶着来救你，没空疼。好了，3天内不准动武，不准骑马，不准什么？不准再做这种蠢事。这是蠢事。明明重伤在身，还跑300里路来送死。我不来，那支箭射中的就是你。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不会死，你还有2个孩子要养。我是说你死了。我不会死，你说过要一起看孩子长大的。萧盟主，你这命可真硬，身中剧毒不到3天，又跑300里，还能站着走出来。叶小姐，此次助战之恩，萧某记下了。记下了就赶紧把商道文书批了。我帮你们药王堂运了那么多次药材，该给个正经营业了。回去就批。爽快，那我先走了，北京还有一堆事等着。药王堂主，你师父的坟，我帮你守了3年，以后就交给你们自己了。你明明，师父说你15年前就死了。师父让我假死，潜入魔调，他要我查清楚，当年寒毒散的方子是怎么落到萧家内鬼手里的。你是谁？药王谷首徒沈墨渊，晚唐的师兄。萧盟主，
久仰，你体内的寒毒是我师妹解的。你查到了什么？周伯只是棋子，真正将寒毒方子从药王谷带出去的人，是魔教前任教主。他通过萧家内鬼渗透，毒死老盟主，再嫁祸给药王谷，一箭双雕。这是魔教前任教主的信物，当年他亲手交给萧家内鬼的信物。而今萧家内鬼的子孙还活在这世上，内鬼的子孙是谁？萧家三房萧景安，你堂弟。他在外经营商号15年，明面上是商人，实际上一直在替魔教余孽洗钱。证据？我带了账本，15年的往来记录一笔不差。景兰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抓人。陈玄，带人去三房商后封账拿人，若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他是你堂弟？他勾结魔教害我父亲，害你师父满门，还差点害死你。他不是我堂弟，是仇人。师兄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不好，但活着。师妹，你嫁给他过得可好？他对我很好，师兄你放心。他对你好就行。我这条命，师父让我活着查真相，现在真相查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药王谷，师父的坟，我去守一段时间。你们好好过日子，药王谷的传承交给你了。小心有机关。你走我后面。他不仅偷了方子，还立了投诚书。这东西烧了，就没人知道你萧家出过内鬼了。不烧，留着，让萧家子孙看看背叛是什么下场。你父亲的字迹，你认不认识？这是你替他洗了15年的黑钱。你不知道你爹干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帮他打理生意。你帮他打理了15年的生意，每一笔都流向了魔教余孽。你不知道，萧家三房从今日起除籍。你和你父亲的罪行，交由武林盟公开审理。你心里难受吗？难受，但该做的事，再难受也得做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年没有这些事，我父亲不会死，你师父不会被灭门，我们或许不会遇见。如果不会遇见呢？那我宁愿所有事都发生一次。万堂，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往后，萧家只有干净的账本，药王谷只有救人的方子。好。你要怎么处置这张方子？公开。全天下。全天下。万毒解不是药王谷的私产，是天下医治的共同财富。若藏着掖着，和当年藏着毒方又有什么区别？你舍得？师父若在，也会这么做。好，那就在武林大坏会上公开。这张方子是药王谷初代谷主留下的，能解世间已知的大部分奇毒。今日我在此公开，不分门派，不分嫡血，凡行医者皆可抄录。林堂主大义，在下代全派弟子谢过。不必谢，我只一个要求：用了这张方子救人的人，莫要把它变成杀人的刀。我还没抄完。再抄，你从早站到晚，不累吗？累，但是高兴。景兰，我今天第一次觉得，药王谷的名号不再是污名了。本来就是清名，只是被人污了30年。今天你亲手把它洗干净了。你干嘛？抱你上床睡觉。我自己能走。你是我老婆，我不能抱。你今天话真多。只对你话多。萧盟主没来，他来了，你就不会说实话了。够直接，说吧，你要问什么？你要我师父的万毒解原版。
谁告诉你的？你不用管谁告诉我的，我只要一句实话。你要那原版做什么？我爹中了蛊毒，北境最好的大夫都看过了，说只有万毒姐的原版方子上有一味药引，抄本上没有写。我没有退路了，你早可以跟我说，我跟你交情没那么深，我怕你不给。你助我守药王谷，替我运药材，帮我截杀魔教残部，就为了那张方子。对，你不高兴？我高兴，因为这说明你还有人性。原版方子的拓片我带了一份，那味药引是千年雪莲的根须，不是花。你回去照着配，3日见效。你就这样给我了？药王谷的方子本来就是救人的。林婉堂，你这人，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他若有下次，我不会再让他踏入盟主府一步。他是为了救他爹，他可以明说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明说吗？景兰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把软肋摊给别人看。他不敢说，是因为他怕我不给。现在他欠我人情，以后我们在北境就多了一条路。你总是把人往好处想，因为你不也把我好处想了吗？你赢了。30年前那个晚上，我赶到药王谷时，火已经烧起来了。你师父把这本书塞进我怀里，说替我守着，等有人来取。我守了30年。我师父，他认识你？他是我年轻时的同门师兄。后来他去了药王谷，我嫁了萧家。您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若早说，景兰他爹被害的旧案就要翻到我身上。我虽然没害他，但我拿走了药王谷的书，萧家灭门的流言就洗不清。娘，您这30年在替药王谷守书，也在替萧家守秘密，您辛苦了。我唯一对不起的是晚唐的师傅，他让我守书，我却把书藏了30年，没让他救人。景兰，我想把这本书供在药王堂正堂，让所有来学医的人都知道，这本书记着一代人的血，也记着一代人的善。你安排就好。你就不问问你母亲当年为什么去药王谷？她说过，她去救人的，我相信她。你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温柔了。因为你。从今天起，这本万毒解元简就放在这里。凡药王堂弟子皆可超越研习，但记住一条：用药救人是本分，用药害人是罪孽。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都要对得起这本书上的每一个字。谨遵堂主教诲。他从前是无根的浮萍，如今是药王堂的根，而我有幸做了他的归处。幽冥谷的人伤我护卫，闯我盟主府，你最好有话说。老夫不为打架，只为你身后那个女人。药王谷的传人，万毒解元简原本是我幽冥谷的东西。这块玉简上刻的方子和你手里那本书第3卷笔记一致。100年前初代谷主与我幽冥谷先祖是夫妻，书是2人合著。你们独吞了100年，该还了。玉简留下，人走。3天后给你答复。哼，3天，城外3里坡。你不来，下次来的就不只是虫了。真的。断口纹理是旧裂，不是新磨的，东西是真的。你刚才蹲下捡玉简之前，先用手背碰了一下，那是什么？怕有蛊虫卵粘在表面，手背皮厚，万一有事还能撑半个时辰。少了什么？蛊术篇，我师父不碰蛊，所以这本里没有，但玉简上有，说明原书当年被人拆过。城西手足报的，幽冥谷主往南走了，3里坡方向，一个人，没带随从。他养的蛊虫用了37种毒物，
有10几种已经绝迹了。他想要完整的万毒解，蛊术篇加解毒篇合在一起，能炼出奇蛊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见他，当面谈。蛊术篇在他手上，解毒篇在我手上，互相牵制，反而谈得拢。你去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就是因为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我才得去。他若是打上门来，你守得住盟主府，守不住北境和中原。明天卯时，我陪你去。下次验完蛊毒，先洗手再碰东西。你刚才踏纸的时候，手指把指角拾了一截。我陪你去。金线蛇怕人多的气味，你进去反而抓不到。半个时辰，我若不出来，你再进来。半个时辰，每一刻都像1年。找到了。1条不够，至少要3条。我知道你听得懂药味，我只要你3滴毒液，不伤你性命。谢了。你撒谎，你跟我师父根本不熟。你若真是他兄长，怎么会不知道他从小就有的那颗朱砂痣？你只是拿着那半块玉简，冒充药王谷后人。小丫头嘴硬，你师父当年确实带着书跑了，我是他亲兄长，这没错，他不认我是他的事儿。他为什么不认你？因为你用蛊术害人，他阻止不了你，才带着万毒解离开，是为了不让你把解毒的法子跟你害人的法子同时握在手里。你用了金线蛇毒，3滴，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你又受伤了？小伤，比上次好多了。你答应过我不单独冒险。我带了金线蛇胆汁，算是有准备。这叫有准备？啊！疼就记住，下次别这样了。那你别凶我，我就不疼了。回家。朝中风向变了，安亲王的旧部联名弹劾你，说你以蛊术乱政，要皇上收回护国医圣封号。他们动不了医术，就动名声。我查过了，领头的御史是安亲王的旧部，他手里捏着一份证据，说我娘当年灭药王谷的旧案要翻出来。翻旧账？那我们就翻到底，让你娘亲自上书自陈当年之事，我师父的遗书也一并呈上去，清白摆到明面上，看谁还敢翻。你比我狠。我治的是病，你治的是人。人病了，得用猛药。地牢在东侧第3间石屋下，我查过地图，入口机关在水井底下。你下去，我在上面接应。好。你是谁？药王谷的人，你义父死了，我来接你出去。义父，他死了？他不该用蛊术害人。你知不知道万毒解最后一章的秘密？我知道，义父说那章是我亲生父亲留下的，那密室只有我的血能开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愿意。师父，您把最后一章藏在这里，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吞。您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。这是你师父写的吗？是我师父的笔记。
他破解蛊术的法子全写在这里了。有了这些，天下蛊毒皆有解。这孩子怎么办？带回去，他血脉特殊，若没人管，迟早被其他势力利用。姐姐，我跟着你学医行吗？行，但你要答应我，永远不用蛊术害人。我义父教的蛊术，我一样都没学过。我爹说过，药王谷的根在救人，不在害人。好，是隔代蛊。幽冥谷主1个月前就下了蛊，蛊卵藏在水源中，遇热则发。1个月前，他那时候还没来盟主府。他派了人提前潜入。景兰，这蛊发作极快，快去拿金针、生半夏、乌头、青盐来。隔代蛊的解放方子只有一道：金线蛇毒配生半夏，量多1分会伤根骨，量少1分压不住蛊。针入3分，蛊虫会从汗毛孔排出。你来替他们擦身，每刻钟1次。好。他们没事了？没事了，蛊毒轻了。你也去歇会儿。我不累。你手在抖。他真的吓死我了。我也是。从今往后，盟主的水井1天3次幽冥谷的余孽不留，不会再有人伤到他们。姐姐，我昨晚连夜种了7叶青，这草能防隔代蛊。你种的？我爹教的。他说药王谷的人不光要会解毒，还要会防毒。阿九，你愿不愿意正式拜入药王堂？愿意。药王堂后继有人，晚堂肩上那份担子也可以轻点了。林堂主，太后娘娘的病已拖了3个月，太医院束手无策。听闻您解了幽冥谷的奇蛊，皇上命在下专程相请。太后所中之毒，可有症状描述？浑身寒热交替，7日一循环，面色清晰，口不能言。太医院说是奇症，无人敢下药。寒热交替，7日一巡，这分明是幽冥谷的七煞蛊。太后怎么中的？我陪他进京。萧盟主若同行，皇上必是欢迎的。孩子，京中水深，人心难测，你此去务必小心。娘放心，我不是一个人。盟主，府中事务属下会打理好。药王堂那边，阿九每日跟着先父学医，一切妥当。北境商道若有异动，飞鸽传书。是。若府中有人染疾症，用青方；若有蛊毒迹象，用赤方。阿九认得这些方子。夫人放心。护住马车！谁派你们来的？药王堂的人不该进京。走。这是幽冥谷的夜行毒，但纯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高。京中有幽冥谷余孽，而且藏得很深。今晚这批人是不想让你到京城。太后中的毒和他们用的毒出自同一脉，所以我更要去。有人不想让太后好起来。进京后，你负责看病，我负责防人。好。林堂主，太后如何？太后中的是幽冥谷的七煞蛊，已入五脏。有人用巫补药强行压制，不让蛊毒爆发，也不让太后清醒。是何人所为？下蛊的人要太后活着，但不能说话。皇上，太后每日服用的药膳或丹药，可否让臣查看？太后每日服用养荣丸3粒，由太医院统一调配。这药丸是谁负责制作的？是下官门下的一名医正，姓陈，在太医院服役15年了。请陈医正来一趟。他昨日报了病假，今日未当值。报病假？下毒的人脚底抹油了。这3味药单独用都是温补，但混在蛊毒病体内就成了引子。每天喂太后3粒，等于每天给蛊虫喂食，7日一个循环，永远醒不过来。
能查到陈医正去哪儿了吗？他跑了，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方子只有御药房管事才能批，谁批的这味药，谁就是同谋。明天我进宫查御药房。这批北通黄的批条上签的是你的名。萧盟主，这是陈医正拿着太医院的手令来领的，下官只是照章办事。手令在哪儿？陈医正取走了，没有存档。那北批底后是何时入库的？用量几何？剩下的在哪里？3个月前入库，用了大半，剩下的在库房深处。带路。陈玄查了安亲王近年的账目，他跟幽冥谷旧部有6笔大额银钱往来，前4笔在幽冥谷主死之前，后2笔在幽冥谷主死后。他养着幽冥谷余孽？不止，安亲王这些年一直在拉拢边军将领，动作不小。若太后此时驾崩，年幼太子登基，他摄政名正言顺。所以太后必须半死不活，不能醒，也不能死。他要用太后的病体做挡箭牌。你有办法引他出来吗？有。明天去给太后施针，放出消息，太后有转醒迹象。母后有反应了。太后体内的蛊毒已被压制，若再施针3日，有望转醒。不能让他醒，3日之内必须动手。药王堂主，你本不该来京城。安亲王，太后是你的亲姑母。她不死，我永远只是亲王；她死了，我就是摄政王。安亲王，你私通幽冥谷，谋害太后，劫杀朝廷命官，3罪并罚，你完了。皇叔，你为何要谋害母后？你年幼登基，朝政被太后把持，我只是替你先清路。清路？用蛊毒清路？他不死，你就永远是个傀儡。安亲王，萧诀圈禁，永不赦免，拖下去。你别得意，幽冥谷的根远比你想象的深。 30年前药王谷大火那晚，你师父托人送了一封信进宫，说他自知药王谷保不住，但他不能死，他要去南疆找一味能解天下奇毒的药引，找到了再回来。他没死。信上最后一句是：替我看着晚唐，若我回不来，让他活下去。那封信还在吗？ 安亲王抄家时，应该在他府中。他当年截下了所有药王谷送入宫的信件。他活着30年了，他活着。他一个人在南藏30年。我们去接他。青兰，我师父他为什么要瞒着我？ 他如果没死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信上写了去南疆找9转还魂草，他可能在找草的时候出了意外，被什么困住了。我要去南疆。我知道。孩子还小，我带他们一起。盟主府的事交给陈玄，药王堂交给阿九。南疆，我陪你去。你不怕危险？你师父是你唯一的亲人了。 我若拦你，你这辈子都会遗憾。你师父当年替我先父挡过一刀，我这辈子欠他一条命。你此去南疆，带着朕的令牌，南疆各州府见令如见朕。林堂主，你救了朕的母后，这是朕欠你的。 若在南疆遇到任何困难，持此牌调令。谢皇上、太后。30年前，确有一个中原男人来过，带着一个女娃娃住了1年。后来他独自走了，女娃娃不知去向。他可曾留下什么？
后山有间木屋是他住的，这些年没人敢动他的东西。这是我的生辰，他刻的。你师父把你从南疆带回中原，是你的身世与南疆有关。可我师父从来没提过，他教我心法，传我医术，却唯独不告诉我从哪儿来。木屋里会不会还有别的线索？我找找。晚唐亲戚，若你读到封媳妇已不在人世，你的亲生母亲是南疆银月寨寨主之女，死于30年前的一场蛊祸。我救下你时，答应他把你带出南疆。景兰，我知道我娘在哪儿了。我陪你去。娘，我来看你了。我不知道您的名字，也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，但师父守了我30年，让我活得好好的。您放心，他终于有了来处，我会好好过下去。而我是他的归处。晚唐，若你找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知道身世。你母亲之死非天灾，乃人祸。30年前，有人以试验蛊毒解药为名，在银月寨投蛊。你母亲为护寨民，现身祭蛊。而我查出幕后主使乃京中权贵，位高权重，不可妄动。我负荆寻政，假死脱身，却未料一去30年。京中人姓安，乃皇亲国戚。安亲王，他已经伏法了。但当年的事，不止他一个。簪子是你娘的？应该是。师父把他和心一起留在关里，是等着我来取。你娘用命护了寨子，你师父用命护了你30年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你。可我不需要他们保护我，我需要他们活着。你师父还活着，我们继续找。你是阿依的女儿？阿依？你娘的名字，当年寨中最美的姑娘，也是第一个被蛊入害死的人。你师父带着你走后，寨里死了一半人。我师父回来过吗？回来过一次，5年前。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在禁地外站了一整夜，第2天就走了，说是去更南边的毒瘴林找一味草。毒瘴林在哪儿？翻过3座山，那里毒雾常年不散，没人活着出来过。这是前朝的蛊窟遗址。我师父在医书中提过，蛊术兴盛时，朝廷在此设过研究所，后来被废弃。你师父来这里找什么？找9转还魂草的原始种。他说只有这座遗址里还有原种，外面的都已杂交变异。药王谷传人，老夫等了你很久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师父的朋友，30年前一起查蛊祸，5年前一起进林。他中了毒瘴，是我把他背到遗址中心，用最后一点9转还魂草续了他的命。但他醒后失忆了，记不起自己是谁。我师父现在在哪儿？遗址中心，还在昏迷。带我去。不急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已经见过安亲王了？他伏法了。安亲王只是台前的人，真正操控蛊惑的是当今太后的亲弟弟，已经死了20年的慎郡王。他当年以测试蛊毒解药为名，在南疆做了10年活人试验，你娘就是第一个祭品。师父，师父！他中了毒瘴后昏迷不醒5年，我只能用还魂魂草的根吊着他的命。你们来了，他的命数也到头了。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回药王谷？毒瘴林外有安亲王的眼线，出去就是死。
我只能把他藏在这里。晚唐，师父，是我来接您回家。你长这么大了，你娘的簪子你戴上了？戴上了。师父，您什么都别说了，养好身子，我带你出去。慎郡王还没死，他当年假死脱身，就在京城东郊的。他不能再说话了，毒瘴反噬了肺腑。我知道，师父，您歇着，我去查。你师父说的没错，我是慎郡王府的首席蛊师。30年前，他让我在南疆做活人试验，我做了。你娘死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助纣为虐。你害死了我娘。是，所以我用这30年赎罪。你师父来南疆寻药，是我引他入林，他中了毒瘴，是我用命护他5年。我这半张脸是替他吸出瘴毒时烂掉的。赎罪不是理由，但功过可以相抵。慎郡王在哪儿？京城东郊龙华寺，他假扮僧人藏了20年。寺中地宫是他操控蛊惑的老巢，安亲王用的每一批蛊毒都从那里流出。晚唐，师父对不起你，把你从南疆带走，却没告诉你娘怎么死的。您把我养大了，教我医术，让我活成了人样，我不怪你。你娘临死前把银簪交给我说，让这孩子替我看完我没看到的好日子。现在你有了丈夫，有了孩子，师父终于可以闭眼了。不许闭眼！您还要回药王堂，还要教阿九认药，还要看我2个孩子长大。您欠我30年，都得补回来。好，师父不死，陪你好好活。你师父醒了，面具人也交代了，下一步去京城，去龙华寺。慎郡王必须伏法，否则南疆蛊惑的账永远算不清。我陪你。你总是这3个字，因为这3个字永远管用。30年前，你娘的血混进了我的蛊池，坏了我的大计。30年后，他的女儿又来坏我的事。药王谷的人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？因为你作恶30年。哼，今天我来了，你欠的账该还了。区区解阵就想破我30年养成的蛊母？蛊母怕9转还魂草，你当年做活人实验，就是为了养出不怕还魂草的蛊母，可惜没养成功。慎郡王，你服罪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娘？他发现了我的试验，想去告发，他不死，我死得更快。你就为了这个，让整个银月斋陪葬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药王堂主，你赢了我，但你赢不了人心。这天下想用蛊术杀人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别听他废话，带他进宫，让皇上定夺。住手！你们来晚了，这些卷宗烧完，慎郡王30年的罪孽就查无治正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在南疆做活人试验，是我替他望的风。你娘死那天，是我封住了银月寨的出口，我替他藏了30年证据，今天就要替他毁掉。你们拦不住我。你替他毁证据，他给你什么？他给我活命的机会。我若不替他做这些事，30年前我就死了。所以你用我师父的命换你的命，
你师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不能让他醒着说话。你输了。晚唐，您被人下了失忆散，药效刚解。师傅，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你一直在骗我。我若不骗你，你早就把我供出去了。你替我吸瘴毒的恩情是真的，你保我5年命也是真的，恩怨两清，你去吧。但慎郡王的罪证不能少。30年没见太阳了，还挺刺眼。以后您天天都能见。你2个孩子呢？在寨子里，老夫人看着。那我得赶紧回去看外孙。那人你打算怎么办？交给朝廷。他烧了部分证据，但慎郡王本人已经抓到了，罪证够用。你放过他了？他替我师父挡了5年命，恩怨两清，以后再见就是陌路。出事了，送往川蜀分堂的第一批药材，在剑南关外被劫了。被劫？谁干的？押车的人全被杀了，货被烧了大半。现场留下这个。查，天亮之前我要知道是谁干的。已经在查了，但川蜀那边赵青岩传信来，说药材被劫后，当地药价暴涨了30%。有人在趁火打洛劫。我让陈玄查了剑门关附近的药商记录，3天前，川蜀王家商号有一批货从剑门关过，押车人数比往常多了1倍。王家在川蜀经营3代，药材渠道根深蒂固。药王堂要在川蜀开分堂，等于动了他们的命根子。他们敢杀人劫货？他们敢！因为川蜀天高皇帝远，死了几个押车人，报个山匪劫道就劫了。那就让他们知道，药王堂的货不是那么好劫的。你要怎么做？第2批发货，我亲自押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师父，药王堂的分堂还没开起来就被人断了路，若我不去，这路就永远不通了。你不能一个人去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带了药王堂的人，还带了盟主府的暗卫。那是王家3代药商，根深叶茂，他们敢杀1次押车人，就敢杀第2次。所以我去，不是去送货，是去立规矩。药王堂的货，谁动谁死。我陪你走一趟。你走了盟主府怎么办？陈玄看着。婉航，你上次答应过我，不一个人扛。好，一起走。林堂主，时辰到了。今日丰盛，本该喜庆，但出发前，我药王往堂川蜀送的第1批药材，在剑门关被人劫了，押车人5死1伤。这坛我今天先不办，等我查明真相，把凶手绳之以法，再来还愿。林堂主，你连圣坛都不拜，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吗？我拜的是天下病人，病人没药吃，我拜100座坛也没用。他这一步走得险，但走对了。药王堂的名声不是靠坛子撑起来的。姑珠姐，这是师父让我给你的9转还魂草晒干的根须，磨成粉了，万一遇到什么毒，能挡一挡。阿九，你留总堂帮我看着师父，有急事飞鸽传书。我知道，你路上小心。太安静了，虫鸣都没有。前面有埋伏。不止埋伏，官道两旁的树，有3棵是刚被砍倒又立起来的，树后面藏了人。那就不走了，原地扎营，等天亮。你往后撤，我带人去探。不用探，他们既然敢劫1次，就敢劫第2次。我送他们一份礼。这是什么？师父配的道行伞，沾上的人3刻钟内浑身发痒，手软脚软。他们想劫货，先过这道关。谁派你们来的？王掌柜。王家怎么知道我们走哪条路？药材出发的路线，除了总堂内旁的人，没人知道。
有人递了信。谁递的信？有人提前给他下了锁口蛊，他只要一说内堂2个字，蛊毒就会发作。内堂的人用蛊锁口？药王堂的蛊术只传了几个人，师傅、我、阿九，还有师傅早年收的一个弟子，但那人已经失踪很多年了。你怀疑你师兄？师傅说沈师兄15年前就死了，但师傅从来没亲眼见过他的尸体。如果他还活着呢？如果他活着，那他为什么不来见师傅？为什么要帮王家接药王堂的货？也许他不是帮王家，也许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等药王堂把触角伸出去，然后从最脆弱的地方掐断。墨渊这孩子天资极高，但心思太深。他把药王谷的蛊术学了10成10，可我心里总不踏实。晚堂，若有一日师父不在了，你要替师父看住他。沈师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王洪文，出来说话。林堂主，我们东家不在。不在？那剑门关外劫我药王堂药材的人，为什么身上都带着王家药庄的令牌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。我们王家世代粮商。把王洪文叫出来，否则我拆了正门。林堂主好大的威风，带着盟主府的人来砸我的门，这就是药王堂的坐票？王掌柜，剑门中关外我的人死了5个，你跟我说做派？你说我的人劫你的货，你有证据吗？一块令牌能说明什么？随便找个工匠就能仿100块。我不跟你争令牌，我来告诉你一件事。从今日起，药王堂在川蜀的所有药材采购绕过王家渠道。川蜀药商若与王家合作，药王堂不供药、不合作、不收徒。你这是要断了川蜀药商的活路。我不断他们的活路，我只断你的。你可以继续在川蜀做你的药王，但我药王堂的方子、药材、大夫一样都不会从你王家手里过。你当众断他的路，他会反扑。他已经在反扑了，我断不断他都会动手。不如把牌摊在桌面上打。接下来呢？去成都把分堂的事定下来。王家断我药材，我就自己种。川蜀的水土种不出九转还魂草，但种得出生半夏、当归、川芎，这些够了。你早有准备。从决定来川蜀那天起，我就让陈玄买了3处田产，面上说是种粮，地底下全是药铺的底土。王家以为我只有1只手，其实我早就伸了2只手出去。林堂主，这土好，肥厚透气，种当归和珊瑚再合适不过。第一批种子3天后到。赵大夫，你帮我盯着这片地，寸步不能离。寸步不离。但林堂主，王家在川蜀经营3代，我担心他们会在这片地上做手脚。他们会的，所以我已经让人在田埂四周埋了警示铃，有人踩上去，铃铛会响，响1次，我的人就会到。若王家不用脚踩，用毒呢？那就要看他们的毒快还是我的解药快。有人！别杀我！我是赵大夫的药童。有人让我把这包东西埋在田里，说给50两银子。谁让你来的？不认识，裹着黑斗篷，声音很哑。他给的是王家的银票。王家的人，还是那个内堂的人？银票是王家的，但盐粉的磨法是药王堂的手法。普通盐贩磨盐是用10年，
力粗，这包盐粉细得像面，是内堂药臼才能磨出来的。你师兄沈墨渊一定在传书，或者他一直都在，从来就没走过。沈师兄，你如果真的在暗处看着我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不会走。药王堂的路，我一步都不会退。今天不考书本上的方子，我出病人，你们现场诊，现场开方，现一炷香。这方子开的是麻黄汤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病人的舌苔是黄腻的？麻黄汤用错了会加重内热。在下只诊了脉，没看舌苔。诊病不只看脉，面色、舌苔、气味、声音都是病象，少看一样就是一条命。林堂主，47份方子，合格的只有11份，开错药的占了半数以上。开错药的人里，有多少是在王家药铺做过堂的？32人，全是王家药铺的老坐堂。王家药铺教出来的大夫，连舌苔都不看，怪不得川蜀百姓这些年小病拖成大病。那这些不合格的人怎么处理？不收，给他们每人送一本《药王堂基础辩证手册》，告诉他们，若半年后能把这本手册吃透，可以再来考一次。今天应试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一个人在台下转了很久，不像是来看病的，倒像是来认人的。什么长相？个头不高，裹着灰色头巾，左手一直揣在袖子里。左手揣在袖子里，你能画出来吗？大约是这个身形，少了一根手指，左手小指。你认识这个人？沈师兄，你终于露面了。师妹，你还是来了。你不也一直在等我吗？师父，他还好吗？你如果真的关心他，为什么15年不回来？因为我查到了一件事，有人要把药王堂连根拔起，而我不能暴露自己。谁要拔药王堂的根？王洪文只是明面上的刀，真正拿刀的人在总堂里。师父身边有内鬼。你指的是谁？我不能说，因为我还没有确凿证据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师父的寒毒不是自己得的，是有人在他茶里如年添加微量蛊毒，伪装成旧疾复发。那人就在总堂，每天给师父端茶送水。师父的茶一直是阿九在送。我不确定是阿九，但下毒的人一定在总堂的核心弟子中。师妹，我解你药材，放盐毁田，让人在你考场下毒，都是为了让你来传书。你在总堂，那人不方便动手，你走了，他才会露出破绽。所以你派人劫我的货，死了5个人，就为了引我出来。那5个押车人不是我杀的，我的人只劫货不杀人，杀人灭口的是王家的另一拨人。师妹，总堂那边我已经安排了引线，3日之内，那人一定会再动手。你守好川蜀，我守总堂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回总堂？因为我若回去，他会立刻收手，我只有藏在暗处，他才会继续动。师父身边有内鬼，下毒的人，阿九，不可能。但沈师兄不会无缘无故提这个名字。他说总堂有内鬼，连端茶送水的都是眼线。沈墨渊说他在总堂安插了眼线，但3天前我从总堂收到的飞鸽传书上，陈玄写的是总堂无事，一切如常。如果总堂无事，那沈师兄说有人每天给师父端茶送水，是在骗我。2件事，第一，飞鸽传书回总堂，让阿九把师父每天喝的茶渣留一份，封存好等我回去验。第二，
派人盯住沈墨渊的动向。我要知道他这15年在川蜀到底在做什么。你信不过他？他是我师兄，我信他的人，但我信不过他15年的空白。这15年里他经历了什么，变成了什么人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他在说谎呢？那我必须知道他撒谎的目的。林堂主，今早有人在药铺外围发现3具尸体，穿着王家护卫的衣裳，死因是中毒。中毒？什么毒？我看了尸身，口鼻发青，指甲发黑，是药王堂的锁喉散。这药只有总堂内堂的人会配。总堂有人来了川蜀？恐怕不止来了，而且已经动手了。这3人是在药瓢外围被杀的，说明有人替我们清理了王家的眼线。清理眼线，用的是药王堂的毒。沈师兄，尸体凉透了，至少死了6个时辰。昨晚沈墨圈来找你的时候，这3人已经死了。你是说沈师兄来找我之前，先杀了王家的眼线？有可能，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杀人的不是沈墨渊，是另一个人。他杀了王家的人，然后嫁祸给沈墨渊，让你以为你师兄在暗中帮你。那你觉得是哪一种？哪一种都有可能。所以你要查的不只是沈墨渊，你要查的是谁希望你觉得沈墨渊在帮你。师父昨夜寒毒发作，比平时严重。阿九检查查渣后，发现里面有一味本不该出现的药白芷根。白芷根平时是虽能驱寒，却会与师父灌服之药相冲。师父并非中了蛊，而是有人用白芷根诱发救急。沈墨渊15年前最擅长的药术，白芷根入药。白芷根，你确定沈墨渊擅长？他15年前在药王谷就是专门研究白芷根的药香。他说这味药很特殊，少量入药可驱寒，过量则诱发寒症。那师父的寒毒发作，是有人故意用白芷根诱发的。沈师兄说总堂有内鬼，在师父茶里逐年加微量蛊毒，但阿九查出来的却是白芷根，这是完全不同的2种毒理。所以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沈墨圈在骗你，内鬼根本不存在，毒是他自己下的；第二，总堂确实有内鬼，但下毒手法不止1种。3个月前，我开始筹备川蜀分堂；1个月前，药材在剑南关被劫；半个月前，药瓢被人撒盐；3天前，王家眼线被杀；昨天，师父寒毒发作。所有事都发生在你离开总堂之后。对，说明有人不希望在总堂动手，所以引我出来。沈墨圈的出现恰好在你离开总堂之后。但沈师兄说是他在引我出来，他说他是为了让我离开总堂，让内鬼暴露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内鬼确实暴露了。阿九从茶渣里查出了白芷根，但如果他说的是假的，如果他说的是假的，那他引我出来就是为了让我远离师父，他好对师父动手。我必须3天内做出判断，否则师父那边等不起。陈玄查到了这15年在川蜀的行迹。他在川蜀开了一家小医馆，但医馆3年前关门了。关门之后，他去了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王家药庄。他在王家药庄做了2年的药材顾问。王洪文那批截获的人，药性分辨的手艺，很可能就是他教的。他在给王家做事，那他说我的人只截获不杀人。如果他教了王家的人用毒，那王家杀人的手法就是他的手艺。还有一件事，陈玄查到沈墨渊在王家药庄期间的报酬不是银两，是一批药材。那批药材的品种清单上有一味叫断肠根，是药王堂禁药。师父早年明令禁止内堂弟子碰的东西，沈墨渊碰了。林堂主这是想通了，一个人来谈。我来找你不是谈合作，我来问你一件事，你药庄的药材顾问现在人在哪儿？什么药材顾问？3年前在川蜀开医馆左手少一根小指的那个人，我师兄
沈墨渊。林堂主说笑了，我药庄的顾问都是正经药商出身，哪来的什么……王洪文，你劫我药王堂的货，毁我药铺，买凶杀人，证据我都握着。但今天我不跟你算这些账，我只问你，沈墨圈现在在哪儿？师妹，你不该来。你果然在王家药庄。我在王家药庄待了2年，是为了查一件事。王洪文背后不止一个人，有一批西域来的毒药，通过王家药庄的渠道流入中原。那批毒药的配方，跟药王谷的禁药库里的东西一模一样。所以你在查西域毒药的流入渠道？对，我之所以不能回总堂，是因为那批毒药的终端客户是总堂里的人，有人把禁药从药王谷偷出来，卖给西域毒商，再让王家药庄分销回中原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我不确定你在不在那个链条上。那你现在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你查剑门关结案，查药铺投盐，查师傅茶渣里的白纸根，每一件事你都在往深处挖。挖链条的人，不可能是链条上的人。那你告诉我，总堂里那个偷禁药的人是谁？我不能说名字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件东西：3个月前从总堂发出的一批料材清单，上面有9种药，其中7种是药王谷禁药，签收人是王家的一个分支商号。白纸根不是禁药，但10斤白纸根配上其他禁药的配方，足够让一个人寒毒发作后看似旧疾疲乏，查不出真凶。他们发现我了，师妹，现在跑，我等候。你中毒了！走，小生，你往药铺方向跑，别回头。师兄，你一个人进去的？沈师兄在里面，他被围攻了，快！沈墨渊，小盟主，你来的正好，那里面是总堂半年来的禁药中出账册，我藏在这里的，拿回去查。人还活着，但毒已经入了经脉，叫大夫来。师妹，那些账册……别说话，毒清了7成，还有3成在你经脉里，你要命还是要说话？要命，命留着，才能看着你把鬼揪出来。师兄，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？所有禁药的签发人签字都是阿九，但字迹的运笔方式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仿写体。你能找到药王堂总堂里谁最擅长模仿别人的字迹吗？周安，你师父说过，内堂早年有个弟子专攻药方甲，把甲方写的跟真的一模一样，被你师父逐出师门了。逐出师门的那个人叫什么？陈轩查过，那人姓周，单名一个安字，周安。他离开药王堂之后去了西域。你查到周安了？你故意把账册留在王家药庄，就是为了让我发现周安这个名字。周安是师父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，他擅长仿写一切字迹，能以假乱真。阿九签发的那些禁药批条，全部是周安伪造的。周安已经不在总堂了。他不在，但他的仿写手法还在。那些批填上的字迹用的是册封运笔，这是周安独创的写法，别人学不来。所以有人把周安的仿写方法带回总堂，伪造了阿九的签名。对，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内鬼。这些禁药从总堂流出后分了3路，一路到王家药庄，一路到西域毒商，还有一路到北境。北境，燕飞雪的地盘。北境寒潭关的守将换了人，新守将叫赵恒，3年前上任。上任后，北境商道的稽查松了7成，禁药走北境线，不查不扣。赵恒是谁的人？他娶了王洪文的侄女，王家通过他把禁药运进北境，再借北境商道卖给西域毒商。所以这条线从总堂出发，经过川蜀王家、北境赵恒，终点在西域毒商。对，而周安就是负责把总堂的禁药洗白成普通药材记录的人。他虽然不在总堂了，但他的洗药手法还在被用。飞哥传输给燕飞雪，
让他查赵恒在北境的商道记录，尤其是近半年经他手放行的药材清单。你怀疑赵恒也在链条里？如果赵恒只是松了稽查，那他还算被动；但如果他主动让进入过关，那他就是链条的一环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总堂那边的内鬼？不回总堂，我在川蜀继续开分堂，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面上。内鬼既然想让药王堂倒，那我就让药王堂越做越大，大到他沉不住气，自己跳出来。萧景兰，沈师兄刚才提到的那个周安，被师父逐出师门后去了西域，但我师父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人。你查到的陈玄那边的记录，周安是5年前离开总堂的，而沈师兄是15年前失踪的。周安在总堂的时候，沈师兄已经不在总堂了。沈师兄是怎么知道周安的防线手法的？你要的赵恒的商道记录，我连夜抄了一份。你亲自送来的，因为这东西不能走飞鸽。赵恒如果知道我在查他，他会提前收手。近半年赵恒放行的药材清单里，有一批标注普通当归的货，走了7次，每次的数目都对不上。我让人暗中查了其中一批的食物，是药王堂的断肠根。断肠草是药王堂禁药，从总堂流出，经王家药庄中转，再由赵恒放行出北境，最终卖到西域毒商手里。一条完整的毒药输送链。赵恒是我北境的人，我回去就拿下他。不能打草惊蛇，你拿下赵恒，王家会收手，总堂的内鬼会缩回去。我们只抓到一个赵恒，后面的人全跑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让赵恒再放一批货，我们在北境关口设伏，人赃并获，然后顺藤摸瓜，把王家、总堂内鬼、西域毒商全部引出来。你同意？同意。但放行的货要换一样东西，把断肠根换成我配的假药，外表一模一样，但入了人体无毒无害，让赵恒亲手把毒药放过去，他就再也洗不清了。你把假药换进链条里，赵恒被抓住的时候会供出王家，王家被查的时候会供出总堂的人，但总堂的人供出谁，取决于他以为是谁在黑土里卖药。我就是要他以为链条没断，他会按原计划把下一批货发给西域毒商，而我会提前在交接点等着。谁去西域？我去。不行，西域是周安的地盘，他认得你，所以我不能以药王堂谷主的身份去，我扮成西域毒商的买家去接头。师妹，你比我想象中胆子大得多。周安有个习惯，他每次交易前会在约定地点的左墙角放一块碎瓷片，碎的青花瓷，看到那个就说明交易安全。师兄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到了西域接头点，如果看到青花瓷片，就说声安全；如果看不到，立刻撤。你说了7遍了。因为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燕飞雪在北境盯着赵恒，阿九在总堂盯着内鬼，你在川蜀盯着王家。只有我是那个买家，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拦你。这个带上，万一出事，至少能挡一下。3天后我在西明下的医馆等你消息。不见不散。瓷片在，交易安全。你就是那批货的买家？药王堂断肠根50斤，货在哪儿？货在驿站后面马厩的地窖里。钱呢？北京商号的票子，天下通兑。请跟我来。货没问题，我验过了。那就交接，你带走货，我带走钱。你带了人来？没有。周安说了，这批货谁也不能动，你们2个一个都走不掉。
你比我想象中来得快。药王堂内堂的旧袍，15年前的制式，你一直穿着它。穿着，提醒自己是从哪儿出去的。你出去之后，用内堂的手法洗禁药，伪造批条，做空药王堂的账。你穿着这身袍子做这些事，是想证明药王堂本来就不干净。不是证明药王堂不干净，是证明你师父不干净。我师父死了，你要说什么现在说。你师父当年把我逐出师门，不是因为伪造药方，是因为我知道他把你娘推出去当饵。那张火灵芝的地图是他亲手画给你娘的。他走了，他坐在药王谷里等消息，等内鬼上钩。那是布局。布局？用自己的女人当饵叫布局？林婉堂，你知道你娘在药窟里被困了多久吗？3年。你师父知道他被关在药窟里，但他没有去救，因为他一旦去了，那条链就断了，内鬼就抓不到了。你知道谁告诉我这些的？是你娘本人。我在药窟里陪了他2年，不是因为我善心大发法，是因为我欠他的。当年是我把药谷禁药的流出路线递给了魔教，那条路从他脚下走过，我看着他踩上去，没有拦。那你今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活不过今晚了。我体内的蛊毒养了20年，已经反噬了心脉。我站在这里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右半边肺已经没知觉了。我这些年做的事，洗禁药、伪造批条，串通王家引你来西域，没有一件是为了活命。我只是想让你走到这扇门前，亲手推开它，看到你师父那张地图上的第一条线是从你娘的血里画出来的。你走吧。走？你体内的蛊毒还有2个月，你若愿意，去北京分堂找燕飞雪，让她带你去药王堂的静养院，那里有人能给你续1年命。林婉华，你不像你师父。烧了。不查了。查完了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娘在药窟里那3年，他没有说谎。药王堂现在靠师徒制传医，太慢了。师傅教一个出一个，要20年。若有学府，每年教50人，10年后就是500个大夫。你想建医馆学府？不是医馆，是学府，不止看病，更教人看病，教认药，教诊脉，教方剂，教蛊毒辨识，教九转还魂草的种植，所有药王堂有的都教。这比开分堂的动静大多了。我知道，但我这辈子经历过的事，让我明白一件事：医术不怕传，怕没人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30年不传你蛊术？不是我舍不得，是我怕你学了乱用。我明白。但你现在想建学府，教所有人，你不怕教出几个坏人？怕。但比起怕坏人学会，我更怕好人想学的时候没地方学。你比你娘有胆量。建吧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你撑几年。学府要建多大？至少能容200人同时上课，分讲堂、药铺、诊室、宿舍、藏书阁5个部分，缺一不可。地呢？今天看的那片谷地300亩，够用。钱呢？药王堂这几年的收入够，若不够，我还有护国医圣的俸禄。不够的话我添。你添什么？盟主府的库房这几年存了不少，反正用不着，给你建学府正好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库房花光了？花光了，我去赚。
反正我老婆是护国医圣，我不怕。药王堂主林婉堂亲戚，西域独一门门主屠凶，闻中原药王堂以万毒解称霸一道，特携门下弟子赴中原，邀贵堂于3月后在此地比试医术。若贵堂胜，独一门从此不入中原；若独都门胜，药王堂府让与毒密，封堂退隐。屠九幽30年前与慎郡王有过书信往来，是西域毒术第一人。当年慎王誉王想招揽他，他没来。如今慎王元已死，他却来了。谷主，他们会不会是冲着9转还魂草来的？冲什么都好，来者不善。但战书已下，药王堂不能不接。独一门在西域经营100年，门下弟子遍布36国。屠九一本人擅长以毒攻毒，号称西域蛊王。他选的比试地点在中原，说明他有备而来。他选在咱们的地盘上比，反而不好拒绝。若输了，药王堂名声扫地；若赢了，他说西域独一门从此不入中原，但没说毒术不传。那就跟他比，但比试规则我来定，不比蛊毒害人，比解毒救人。我出病人，他来解；他出毒方，我来解。你确定他接？他若真以毒术为傲，就不会拒绝救人。学府还没建好，挑战就先来了。师父说塔九幽是西域毒术第一人，若我输了，这学府就白建了。但我不会输，因为药王堂的医术不是为了争高低，是为了治病救人。这个底气他有。3局2胜，公平合理。但第一局的辨毒解毒，独一门最擅长毒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出毒方，他们也出毒方，互解对方的毒，解得越快运准的人赢。谷主，万毒解不是能解所有毒吗？万毒解能解的毒是已知的蛊毒和寒毒，西域独一门的毒有很多是中原没有见过的变种，所以第一局的关键是临场应变。那我这3个月拼命背西域毒草图谱，不只要背，还要练。从明天起，你每日到药油辨识20种陌生草药，说出名称、药性、毒性、解药。3个月后若过关，第2局我带你上场。叶片紫色带白斑，茎干有细刺，气味辛辣。这是西域紫棘草，触之即肿，解药用生半夏汁液调蜂蜜外敷。这株不认识，叶片形状像南姜蓉的苦藤，但颜色偏黄，气味也不同。得去翻师傅的西域药典。谷主，我刚才在药铺里见到一株我没认出来的草，叶片偏黄，茎感稀软，气味微甜带苦。拿给我看。这是黄藤果的枝条，西域特有，果实成熟后晒干磨粉，可做麻醉剂。单独用无毒，但若与南疆的乌头粉混用，就成了剧毒。独一门很可能用这种组合做第1局的毒方。那我们怎么解？用青盐中和，青盐能让黄藤果的药性失效，同时压制乌头粉的毒性。记住这个方子。记住了。3个月后，这孩子就要上真正的战场了。他现在还小，但总会长大的。第1局辨毒解毒。我出3味毒，你解；你出3味毒，我解。以毒发到解清的时间成长短分胜负。可以。第1味绿骨散，西域5步蛇毒加7叶蝎尾粉。你有1炷香时间辨出并配制解药。5步蛇毒加7叶蝎尾粉，但还掺了白芷膏做眼味剂。眼味剂本身无毒，但会让常规解药失效。1炷香味过半，你赢了这1味。第2位，该你解我的毒了。黄藤果加乌头粉，哼，小丫头，你倒是会挑。
黄藤果用青盐可解，但乌头粉遇青盐反而毒性加重。你方才教人用青盐，错了，要用甘草汁调和。甘草解蜈蚣之毒，同时中和黄藤果。屠门主，你用的是甘草汁，但甘草汁解乌头需3剂，耗时半个时辰。若用金银花露加10蜜，1剂即解，不到1盏茶。你很不错，你也不差。第2局3日后，我出病人，你来治。好。这孩子是你弟子？是。他方才第1位毒时辨认得很快，有天赋，但若放在西域，他活不过3年。他活在中原，在我药王堂，所以他会活得很好。他体内积了47种毒，但循环相克，反而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破一毒则全盘失衡，治不好的话，他会死得更快。你怕了？我怕的是你把他当工具养了30年，他受的苦比那些毒物本身更毒。拿9转还魂草根进来，要鲜的。第1针破肝毒，第2针破血毒，第3针破骨毒，每针之间需隔3个时辰，否则毒反噬心脉。这个女人居然真的在用心治他，她不是他的病人，是我的工具。可他看他的眼神，像是看一个活人。你是谁？我是治你病的大夫，你体内的毒已清了7成，剩下的3成需要调理半年。我有脸了。你有脸了，而且你有名字。从今天起，你叫新生，好好活着。屠门主，药王堂不收门主，只收学生。你若愿意从头学起，从认药、变性、方剂学起，药王堂学府的门永远为你开着。老朽愿意。从今往后，再无独一门门主屠九幽，只有药王堂学生屠九幽。他是冲你谷主的医术来的，你可别觉得多了个同门就轻慢。师傅，我哪敢轻慢他？他光认毒草就比我多100种。屠老，你字写的挺好看的。少说闲话，你认得那株黄藤果吗？认得。那我问你，黄藤果若是晒干后存放3年，药性变了几变？3年还没见过，我只见过鲜的。那你还得再学。3年后的黄藤果毒性减半，药性增3成，配解药时要用南星替换青盐。这个区别，等你见过3年陈货再说。谭老，你还不休息？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，书里的字不只是用来记毒方，还能记治人的方子，看不完。不急，你留在学府，想什么时候看都行。林堂主，你今天在广场上收我的时候说的那番话，是真心还是做给外人看？真心。我看过你的毒人，你养了他30年却没让他死。你若真拿人不当人，他活不到今天。你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救人。你说对了，我只会毒不会治，但你治了他之后，原来把一个人从死拉过来的感觉，比中毒痛快100倍。那你就留下，慢慢学。今天第1课，不讲方剂，不讲草药，先讲一字：救。药王堂存在的全部意义，就这一个字。你们以后写下的每一张方子，扎下的每一针，熬出的每一碗药，都要先问自己3个字：能救吗？屠老的手在抖，
他是想到什么了？夫人，归元派送来的帖子，他们要在下月初在洛阳举办医术辩道大会，指明请您出席论道。归元派，太医院救不出来的那个派系。他们自诩中原正统，一直看不上南疆出身的医道。药王堂这几年风头太盛，他们坐不住了。辩什么道？信上说，辩医术之源是否当以中原《黄帝内经》为正宗？若药王堂不赴会，便算自认旁门左道。这激将法，我知道，但我不去，就等于承认药王堂的医术不正宗。去，就要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哼哼，归元派那帮老东西，当年太医院裁撤时被清退，自己拉了一帮人立了派，哼，打着正统旗号混了几十年，他们哪会看病，只会背书。但他们在中原医道里话语权不小，很多老派医馆只听他们的。你去就去，带上你师父我，带上阿九，带上那个新收的陶老毒物，让他们看看药王堂的旁门左道怎么救人。你也去？我不去，谁替你骂人？经脉别论篇讲的是不同体质之人对病的耐受差异。薛老既然提了这个，那我问薛老一句，您可曾见过因体质差异而不适用内经原方的病人？古今为纲，万变不离其宗。那若病人体寒至极，脉象全无，经上写用附子3000，您用不用？自然是用。若病人身体虚弱，附子3000足以破其心阳，您用还是不用？这3位病人都曾到归元派求诊，因症不合经被拒。今天药王堂现场诊治，阿九，你来诊第一个。右寸浮数，左关弦涩，是肝郁化火，兼外感风热，可用柴胡疏肝散加云教解毒汤，但需减量。你看他舌苔，舌苔黄腻，有湿热，加一味阴沉。你一个小娃娃看得准吗？准不准，吃了药再说。3天后您来看效果，我若错了，当面认。多谢小先生，我这病拖了半年，药王堂3天就见了效。辩道不是为了分出高下，是为了让病人有路可走走。归元派的经书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，但病人不是经书上的字，把人看活了才是医道。你当年从太医院跑了，躲进南疆，害得我以为你死了。你当年在太医院联名弹劾我，说我行医不正，我不跑等着被你赶。我那是一时糊涂，糊涂了一辈子。不过你今天能来，说明还没糊涂到家。老东西，你收了个好徒弟，比我那些不肖子语强10倍。那是自然，我这辈子没干成几件大事。收徒弟这件事儿，我赢了。这本书要把药王谷的南疆蛊毒解法、归元派的中原正统医理、西域毒医门的毒药转化法合3为一。西域毒术那部分我来写，不过得有人替我校对，我自草。我当年在太医院就是教书出身，你的自草不过是我当年见过的30%。你见过西域文字？没见过，但你的草书中文我认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俩倒是绝配，一个写草书，一个认草书。药王堂的根在南疆，但它的枝叶已经伸到了西域、中原、北境。这本书就是这棵大树的年轮。
将来有人翻开它，就会看到药王堂曾经走过的路。又是一夜没睡，快了，就差最后10页。我陪你。这等于建了一个新的太医院，比太医院强。太医院是给宫里看病的，咱们是给天下人看病的。3年制，那我算哪个班的？我是新生还是老生？涂老您算荣誉教授，学生教不了您，但您能教学生。学府不比师徒私校，3年后你们出师，我不叫你们弟子，叫你们大夫。大夫唯一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。你们学的东西越多，肩上担子越重。你们的学籍编号从记事堂第1号开始。阿九少堂主，你16岁就出师了，咱们药王堂头一个。你别叫我少堂主，叫我阿九就行。我还没正式拿到令牌呢。令牌不令牌的无所谓，您能考第1，以后咱们班出去也脸上有光。谷主，我出师了，全优。不错，但你出师只是开始，真本事在出师之后才慢慢长出来。从明天起，你去川蜀分堂跟赵青岩大夫实习1年。啊？还要实习？这是谷主的印，你拿好。从今天起，药王堂的谷主是你了。有什么事儿拿不定主意的，可以问你谷主姐。现在该叫荣誉谷主了。师父，我还小。你16了，你谷主姐16的时候已经单独进山采药了。行了，别磨叽，接过去。弟子阿九，必不负药王堂之名。你把谷主位传了，不觉得空落？不空，我还有书要写，有毒要解，有病人要看。谷主只是个名头，医术才是实打实的。那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先把新编《药王经》的补注写完，然后开个疑难杂症专诊，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病。你呢？我继续当我的盟主，你治病人，我治江湖人，咱俩分工。分工不分家？当然不分，你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夫人，川蜀分堂急信。血线骨，南疆已经绝迹20年的东西，有人把它重新阴养出来了，而且阿九在川蜀。明早出发。明早。这股我没见过，像是南疆那边出来的新品种。不是新品种，是旧骨的新解法。师傅在书里写过。赵大夫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的？3天前在南疆边境住了1晚客栈，第2天早上脚就肿了，一路赶回来，越来越严重。这是南疆血线骨，不是新品种。师傅在《新编药王经·蛊毒篇》第3卷写过，血线骨的纹路是顺时针蔓延，解服用当归促销汤加蜈蚣散内服，外服青盐姜汁敷活处。蜈蚣散是毒药，以毒攻毒。师傅在书里写了用量，1钱3分，分3次服，间隔3个时辰。我这就去配。师傅说过，血线骨的难点在于判断毒发阶段，纹路到膝盖时是1分，到腰腹是3分，到心口就是死局。这人的纹路刚过膝盖，还有救。有效了，3个时辰后再服第2次，3天内纹路消退到脚踝以下，就算清干了。小先生，你救了我的命。不是我救了你，是我师父写的书救了你。谷主姐，我今天治了一个血线骨的病人，用的方子是您写在《新编药王经》里的，病人好了。赵大夫说我出师了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要不是您教我的那些，
我连蛊虫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我继续实习，您别担心。治好了就好好写病案，下次遇到同样情况，你的病案就是别人的教材。另外，你写的信错别字太多，罚抄《药王经》第3卷10遍。阿九，刚才那个血仙谷的病人，他走之前，我帮他换药的时候，在他后颈发现了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布是从他衣领内侧衬布上拆下来的。他本人可能都不知道衣服里缝着这东西。我查了一下他入住的客栈记录，他是3天前从剑门关方向来的，而那批被劫的药也是从剑门关方向出去的。有人在用病人当信使，而且只选我们治好了的病人。他们把东西缝在病人衣服里，病人自己不知道，但东西会被带进分堂。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，我明天一早飞鸽传书给谷主姐。另外，明天开始，所有来诊的病人换药时都要检查衣物内衬。好。你要去北京？燕飞雪从来不求人，她写信求孕妇，说明真的扛不住了。我陪你去。你盟主府的事，盟主府的事可以放一放，北京的人命不能放。半个时辰后出发。半个时辰，高热水泡，7日内衰竭而亡，这不像普通热温，倒像是某种蛊毒在寒地变异了。蛊毒能在北京存活？慎郡王当年养蛊的时候，试过把蛊虫放在寒地中培养，据说有几只活了下来。如果那几只蛊虫在北境自然繁衍了30年，那现在这场热温就是当年蛊惑的余波。对，所以我们得赶在它扩散之前封住源头。你总算来了，里面3个大夫都躺下了，还剩一个撑着，也快撑不住了。我进去，你自己小心。蛊毒入血分，但体温极高，说明蛊虫适应了寒地环境后发生了变异，原来的解药方子可能不管用了。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北境境内哪座山上还有野生雪莲？寒潭关后有一座无人敢进的冰峰，据说峰顶有1000年雪莲。林婉堂，我有件事没写在信里。你说，第一个染病的大夫不是在外面染上的。他3天前巡查北境商烙时，在寒潭关的驿站里喝过一碗茶，那碗茶是他自己带的茶叶，水是驿站烧的，但我查了驿站的水缸，水没问题。那你查了什么有问题？查了他自己带的茶叶，茶叶里被人掺了东西，磨成粉的骨卵，遇热水激活，3天后发作。茶叶是他在哪儿买的？他说是川蜀分堂寄来的，信上写给北京分堂的冬季驱寒茶。川蜀分堂寄的茶，但那批茶叶是在剑蛮关被劫之后才补发的。劫货的人知道药王堂的药材会被劫，所以提前在茶叶里动了手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剑门关劫货之前，就已经在北京布置好了。劫货是障眼法，真正要动的是北京分堂的人。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，把北境分堂所有从川蜀运来的物资全部封存，一件都不许动。
我打头，你跟在我后面踩我的脚印。上面有血素松动的痕迹，绕开走。绕哪边？左边。我刚才看到左边有裸露的颜面，血层薄。千年雪莲，找到了。踩完快走，血层不太稳。好。稳住！婉堂，林婉堂，雪莲，雪莲在，药楼我护住了，你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喂下去，3个时辰后看退药情况。成了，北境热温有解了。刚才门房递进来的，没有署名，没有地址，用蜡封在冰桩里送来的。你自己拿主意，但在你拿定主意之前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动那批茶叶。沈师兄，你到底是布局的人，还是被布局的人？北京特产，补身子的，你喝了。你这几天天天给我送吃的，我都胖了。胖点好，你以前太瘦了，风一吹就倒。真挺好喝的。这次要不是你来，北境分堂就完了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你已经还了很多次了。那不一样，以前是交易，这次是真心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试过以身试药，那时候我爹中了蛊，我找不到解药，就把自己能找到的毒物都尝了一遍，想用命试出一条路来。后来呢？后来差点死了，我爹用半条命换了我半条命，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乱试了。所以你后来那么拼命护着你爹，是因为他救过你？对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我知道，有你，有药王堂，有北境分堂，我有很多人了。你手还没好，别削了，我给你弄。你的脚也没好，坐着别动。你削苹果皮比削敌人还费劲。我不常削，你回头教我。我教你？我也不会，都是阿九削给我吃的。那咱俩谁也别嫌弃谁，凑合着吃。夫人，江南分堂出事了，信是昨夜加急送来的。学府地基挖到第2层时，工人挖出一具白骨，仵作验过，是中毒死的。毒药残留的成分和当年药王谷进药库的断肠草一模一样。断肠草？江南分堂的地底下怎么会埋着药王谷进中毒的尸骨？信上还说，有人在地基附近发现了这块东西。30年前的毒，魔教的文规，江南学府的地基之下，有人在等我们动工。夫人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学府地基下埋了旧账，等我们挖出来，这件事就会变成药王堂学府建于毒师之上。到时候朝廷一封问罪诏书下来，江南学府他还没开学就得关门。信是昨天到的，工地上现在什么情况？信发出后，那边还没传来第2封。我明早出发去江南，你飞鸽传书告诉阿九，学府工地暂停动工，所有人原地待命，不准靠近地基坑，不准碰那具尸骨。在我到之前，谁都不准说话。你挖到这儿，周安就赢了。谷主姐，我收了一个徒弟，
是川蜀分堂门口卖糖葫芦的小孩，他天天蹲在门口看我们诊病，我说一句他就记一句，比那些读了好几年书的还认真。我问他愿不愿意学医，他当场磕了3个头。赵大夫说我太急了，但我觉得好苗子就得早点挖。8岁学医不早，我师父收我的时候我4岁。但你要记住，带徒弟最重要的是让他先学会做人，再做大夫。这次北境疫情让我意识到一件事，分堂遇到疑难病症的经验，如果不回流到总堂，下一代大夫就学不到。我建议开设病案分享课，每月1次，各地分堂把典型病例整理成文寄回总堂，由学府编成教材。这个办法好，太医院以前也有类似的病案会抄制度，后来废止了。西域那边每年也有毒案会监，但只记毒不死人，思路反了。药王堂的病案分享课，等于把天下好大夫的脑子装进一本书里。我赞成。晚唐这孩子，总能把吃过的苦变成别人走的路。始于古，止于药，然天下之病，岂止蛊毒一端？愿后人以此为例，举一反三，活人无数。又在写？写完了，最后一句话。写完了就回去歇着，脚刚好没几天，别久坐。你这1年写了一本书，治了一场瘟，建了一所学府，收了一个西域毒王，你还要做什么？还差一件事。什么？把书印出来，送到每个分堂里，让天下的医者都知道，治病救人这条路走不完。第1号张崇。风寒入里，肺气壅塞，麻杏石甘汤加减。方子对了，但用量偏轻，你为何不加1钱麻黄？病人年近70，麻黄过重会出汗太多，反伤元气，所以我用金钱代替麻黄。这孩子有脑子。师傅，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上去看病吗？先把我教你的200味药认全了再说。我认全了。认全是背得出名字，我说的是认全，拿到实物能叫出名字，知道性味，知道禁忌，做到这个再说。那我还差150味。张崇，你太厉害了，假上，谷主亲笔写上去的。我就是运气好，分到了一个风寒病人。风寒病人也有治不好的，你那方子换个人开不出那效果。此令可调药王堂所有分堂资源，可巡视各地分堂医政，可罢免不称职分堂主。从今日起，你不仅是药王堂谷主，更是药王堂的执令使。权力越大，责任越重，你当得起来吗？当得起来。药王堂在，我就在；药王堂若倒，我先倒。这小子长大了。师傅在上，弟子栓子愿助药王堂学府，习医济世，终生不渝。你今年几岁？8岁。8岁不小了，你跪了这一跪，以后就不是卖糖葫芦的栓子了，是药王堂的弟子。学医苦，不能怕累；学医难，不能怕错。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从今天起，你是药王堂学府第2届预科生，好好跟你师父学，别辜负他给你磕的3个头。
写了几位了？37位。师傅，我能问个事儿吗？说。你当年是怎么记住那么多药名的？我师傅就是你谷主师叔，让我每天认20位，认不全不许吃饭。我饿了3天，就全记住了。那我也饿3天。我骗你的，我用了半年才认全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土质湿而不淤，适合建药谱。水是活水，可以用作药田灌溉。林堂主，若您选定此地，草民愿捐300亩地做学府基址。我捐建堂银5000两，我负责拾采木材。诸位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但药王堂建学府有一条原则：不收地，不收钱。学府的基址，药王堂自己买；建材，药王堂自己筹。诸位若真想帮，待学府建成后，把你们的子弟送来读书就行。你不收他们的钱，他们反而更敬你。收了钱就有欠人情。药王堂的学府必须干干净净，不沾商利。那你建学府的钱从哪儿来？药王堂总堂的积累，加上新编《药王经》的版针，够用。不够的话，我还有护国医圣的俸禄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不够我添。你每次都说这句，因为这句话永远管用。江南水乡自古出文人，今日起也出医者。药王堂的路从这湖边上岸了。药王堂江南学府，师傅，以后我长大了能来江南学府教书吗？你先把自己教好再说。涂老，这太贵重了。贵重什么？放我手里是毒术，放你手里是医术。你不收，我死了，这些卷子也没人看得懂。你自己留着，还能写毒术转化录。我写，我回西域写，写完了寄给你校订。好，那我替你留着。还有一件事，西域学府的选址，我要独一门总通那块地。那地是你自己的。从今以后是药王堂的。我让人拆了独一门的牌子，挂药王堂的匾。你带个娃娃去西域，他一个人留在这儿没人管。西域风沙大，娃娃受不住。陶爷爷，我能受住。我师父说我像骆驼。你教的徒弟比你刚来的时候还愣。愣点好，愣点有韧劲儿。你不怕涂老回去又改了主意？他若是那种人，就不会把一辈子的毒术笔留给我。他改了。一个人从毒术走向医术，最难的不是技术，是心。他心已经变了。那你接下来呢？把江南学府建起来，等西域的来信，然后把药王堂的规矩写成书，让后人就算没有我们在，也能照着走。你当年在学府收我的时候，我没想到有这一天。我也没想到，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谷主师叔，我在西域学会了骑马，还会认沙漠里的草药。他认了47种沙漠草药，比我强。我当年只认了30种。那你不如你徒弟。行，我认。从寒潭洞到今天，你走了多远？你算过吗？算过。寒潭洞、药王谷、盟主府、北境、川蜀、江南、西域，7个地方，走了7年。7年，好像很长，又好像一眨眼。长不长的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这7年里，你治了无数人，建了5妃学府，写了一本医书，收了一个毒王做学生，培养了一个16岁的谷主。不是我一个人。我知道，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你。你明天要去？阿月不会无缘无故让我跑一趟。他说一件东西，一定是他拿不定主意的。我陪你去。你明天不是约了36部族的代表谈商道？我让屠老替我去，你的事比他重要。别信阿月。周，我前天来清理石室时发现的，铁匣卡在石板和象墙之间。你前天来清理石室，为什么昨天才告诉我？我前天发现时不确定是什么，回去翻了翻旧图册，确认了才写信给你。铁匣卡在石板和墙之间，不是你娘留下的，是后来被人塞进去的。这条路和王家、赵恒、西域毒商的链条路线完全一致。什么叫链条路线？有人正在用你娘30年前走通的路反向运毒，从总堂移出禁药，经川蜀王家、北境赵恒、西域毒商，最后迈进36部族。所以我们部族近半年来的那些怪病，不是古无医的自然毒物，是有人在故意投毒。恐怕是毒药卖到西域后，被掺进水源，混入食物，让各部族的人染上不易察觉的慢性毒。然后他们需要解药的时候，就会找上卖毒的人。你娘当年封这条路，就是为了不让西域成为毒药的牧场。现在有人把它挖出来了。银月寨、剑门关、寒潭关、昆仑驿站、沙包古城、楼兰废墟、黑石城，7个节点，全是当年母亲走过了的。周安为什么把这幅地图塞给你？他是在帮你，还是在引你上钩？他若真想害我，不会用别信阿月这种方式。那封信的目的是让我怀疑阿月，但恰恰是这封信让我确定周安一定知道这条路。你的意思是，周安和这条路有关？他不仅有关，他可能是当年跟母亲一起走这条路的另一个人。母亲从银月寨出发到西域，不可能一个人走完整条路，他一定有个伴儿。但如果那个伴儿是周安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也许他没死。你娘当年进药窟，是为了替你挡一桩更大的祸。我要从头走一遍这条路，每个节点都走一遍。我娘在这里留过记号。她留记号是为了认路，还是为了警告后来的人？都有可能，但刻痕很浅，像是匆忙间用刀尖划过。她当时可能在赶时间。药王谷内堂的令牌，内堂弟子进出药王谷的凭证。这令牌是最近才被折断的，有人带着药王谷内梁的令牌走过这条路，而且时间不远。两位从哪儿来？从昆仑驿站来，沿古道往西走。走这条道的人不多，上一个走这条道的是个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女人，左手绑着药布，背一只墨绿色药箱。她是什么时候经过的？记不清了，但她住店的时候在客房墙上刻了一行字，我这店几十年没换过墙皮，那行字还在。走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了，有人比我早到了3年，那人在药王谷的内堂里。比我娘早3年到这条路上的人是内堂的人，那时候我娘还没开始走这条路，那个人已经在前面铺路了。铺路的人就是后来偷禁药、伪造批单、串通王家赵恒的源头。那个人铺了这条路，等我娘走上去，然后把她的脚印全抹掉。晚唐，娘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知道那人是谁了，但娘不能写在信上。
你若想知道，就替娘走完这条路，走到最后，你会明白的。你娘在银月寨和剑江关2封信里，对那个人的描述不一样。第一封说，有人告诉娘药王谷里有人想运毒。第2封说那个人跟在后面，每次都晚半日。如果跟他走完这条路的人是你师父，那跟在后面晚半日的人是你师父吗？师父说他陪娘走完了全程，但如果全程走在一起的2个人，不会一个前一个后。墨字，沈墨渊的墨。但沈师兄的左手断了一根小指，我娘信里说，那人每次都晚半日到。如果晚半日到的人是沈师兄，那他应该在我娘背后，而不是在他身边。你师父说他陪你娘走完了全程，你师兄也跟在后面，一条路上3个人。3个人，一个走在前面，一个走在后面，一个走在中间。走在中间的那个人是我娘，走在前面的人铺路，走在后面的人收尾。铺路的人把禁药的链条铺好，收尾的人把痕迹抹掉，而我娘是发现这条路的人。那走在前面和走在后面的2个人是谁？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已经知道了沈师兄，走在前面铺路的那个可能是我师父。师父在铺路，他是故意把这条路打开的。为什么？为了钓鱼。药王谷内鬼藏得太深，查不到，师父只能把禁药的运输路铺好，等内鬼自己走上来。他把我娘引上这条路，不是让他来封路，是让他来做饵。师父瞒了我30年的，不是娘的死因，是娘的死，是他的局。我一直在想，师父为什么要把纸条放在沙洲古城的客栈里，而不是直接给我？因为有些真相直接告诉你是伤害，让你自己走到那个位置再发现，是你心甘情愿去接的。他让我心甘情愿地发现，他把我娘当成了饵。你娘自愿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娘家在黑石城的信里写了，走到这里，娘已经知道那人是谁了。她走到最后才确定内鬼的身份，说明她一直在查，她不是在被动的当饵，她是主动走进去的。所以你意思是，我娘和师父联手做了一个局，局里包括他自己。包括他自己，也包括沈墨渊。姑珠姐，总堂那边我查到了一个东西，这枚药匙是周安当年在总堂用过的。师父把它逐出师门后，按理说药尘应该销毁了，但我在内堂药柜最大层的一个暗格里找到了它。那个暗格只有内堂核心弟子才知道。谁告诉你那个暗格的位置？沈师叔，他回总坛后什么都没做，每天就是坐在内堂里看旧药方。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，你谷主姐在西域查一条路，你帮她找一件东西。内堂药柜底层有一个暗格，里面有一枚药匙，你取了送去给他。他指明要你找这枚药匙。对，他说只有这枚药匙能打开某样东西。这间密室是谁建的？陶老说学府动工挖地基时发现这间密室，门锁打不开，他以为是古巫医留下的废尸，就没动。若你走到这里，说明你已查完了7节点。你娘当年查到这里时，她知道了内鬼是谁。那人在药王谷总堂坐的是一把所有人都以为空了的椅子。沈墨渊。周安说是沈墨渊，你信吗？周安把这封信放在这间密室里，用他当年用过的药烧锁着。他留着东西的时候，不知道谁能打开它，但他也知道打开它的人一定会看到这行字。对，
周安在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牌，指认沈墨渊。这是什么？白芷根粉，年份很久了，至少10年以上。短刃是娘的东西，我在银月寨见过一模一样的形制。信是周安写的，白芷根是沈师兄的东西。3样东西放在同一个密室里，有人在告诉我，这3个人都走过这条路。如果周安指认沈墨渊是真的，那沈师兄就是内鬼。但他回到总堂后告诉阿九药山的位置，让阿九把他带给我，他为什么要自己暴露自己？除非他知道你会来这间密室，除非这间密室里的东西不是他藏的，是别人替他藏的。替他藏的人是想让你以为内鬼是他，而沈墨渊让你来拿药石，是想让你自己发现这个陷阱。你打开那间密室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开这扇门。密室里的东西不是我放的，是我3年前发现的。那时我查到周安没死，他回到西域后把这间密室封了，我打不开。等到阿九拿到钥匙，我才知道那扇门终于可以开了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开？因为石门背面有机关，只有用钥匙顺时针转到底的人才不会被机关枪射中。我不知道这个细节，我贸然打开，现在已经死了。周安设的局针对的是我，他知道我一定会来找这间密室。他留的信上写沈墨是内鬼，就是要让打开密室的人看到那行字后认定是我。但你让我来开这扇门，你是想让我看到那些东西，然后自己判断。对，因为周安临死前想拉我陪葬，他把我的白齿根、你娘的短刃、他写的信放在一起，做成内鬼是我的铁证，但真正的内鬼是周安自己。我15年前离开总堂，不是因为发现了内鬼，是因为师父让我走的。他说药王谷有内鬼，但我查不出来，你去外面查，从外面往里面查。所以你去了川蜀？对，我查到王家的时候，发现周安已经在那条链上走了很久，他比师父预期的更早铺好了一切。师父发现已经拦不住，才让你娘走上那条路做饵。我娘知道他是饵吗？他知道。他走之前对师父说了一句话，若我回不来，告诉晚唐，娘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娘的命换的是药王谷的根。他走了那条路，然后死了。他没死，你娘在药窟里被周安困了3年。3年前周安死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你娘，她还活着。她在哪儿？我请了最好的人照顾她，但她被困在药窟里太久了，毒气伤了经脉。我试了3年，才才把她的毒清干净。她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晚唐在哪儿？”带我去见他。现在他不在西域，他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，银月寨。你娘回银月寨了，慢慢收拾，我让人备马。我没有慢慢收拾的余地，我娘没有死。我小时候以为她死了，长大后以为她死了，师父也说她死了，现在有人告诉我她还活着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拦你，但你得把路上用的药箱带齐。你娘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你见到她之后可能需要就地诊脉。你说的对，药箱。你娘在银月寨救寨养病，寨子里的老人叫她阿姨，没人知道她是药王谷谷主的母亲。你到了之后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你是游医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在川蜀断王家的链，在西域查周安的局，我不能让任何消息干扰你。如果你分了心，那条链断不了，周安的局也破不了。师兄，你替他守了3年，谢谢你。等他见到他娘之后，你告诉他，周安临死前在密室里留的那封信，还有后半截。后半截写的是：真内鬼已灭，无人再配作药王堂之敌，唯有一人，药王堂需永世铭记。阿姨，真内鬼已灭。周安写真内鬼已灭的时候，他知道内鬼是谁吗？周安到死都不知道，那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条链条上。娘，你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长得高。我找了你很久。我知道，娘在这儿等你3年了。你师父教你的诊脉手法，
还是跟我学的那一套？师傅说，所有的诊脉手法都出自银月寨。他跟你说了？他什么都没说，是娘您留在药库石室里的信说的。你找到那瓣没了？找到了，在楼兰废墟的佛塔里。这枚玉环是我和你师父的约定信物，他一半，我一半。30年前他找到我说药王谷有内鬼，我查了5年查不到，你帮我走一条路，把内鬼引出来。我答应了。您答应的时候知道会死吗？知道，但我若不答应，药王谷内鬼会把整个银月寨都毒干净，娘的命换300条寨民的命，划算。你娘睡了？睡了，我把了2次脉，恢复的比预想中好。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不睡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年娘没有走那条路，药王堂会是什么样？没有如果，她走了，你才会走同样的路，然后你活下来了，她也活下来了。可师父没了，他走完那条路之后，身体就垮了。沈师兄说他不是因为寒病死的，是因为旧伤复发。那些旧伤，全是30年前走这条路时留下的。你师父选了这条路，你娘选了这条路，你也选了，选了就不后悔。你师父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最后一封信，他说告诉万堂，娘回来的那天，药王堂的路就真正走完了。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那年冬天了。他把所有的路都铺完，然后就走了。你该回去了，学府那边、分堂那边、西域那边都等着你。我再住2天。2天之后还有2天。你师父当年就是放不下银月寨，才没来得及回药王谷。娘不想你也这样。我以后每个月都来看你。好，娘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晒药、种花，等你。我娘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你师父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不是建了药王堂，是把你带回来给我。那你呢？你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？把所有走散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。找回来了几个？我娘、沈师兄、阿九、师父的骨灰，还有你。你娘怎么样？经脉恢复了大半，再过半年能自己走动。姑珠姐，你瘦了。西域的杀鸡茶补气的，喝了吧。师父走了，娘回来了，链条断了，周安死了，药王堂的路走完了。走完了？走完了，剩下的路是下一代人走。你娘当年的耳坠，我在古药窟找到的，她说给晚堂，我留了3年，现在物归原主。你留着吧，西域古医道学堂需要镇馆之物。你娘替你留了一辈子东西，这次该你替她留着了。林晚堂，你要是早几年开药王堂，我爹的蛊毒不至于拖那么久，现在也不晚。10年前我走进一个山洞，遇见一个寒毒的人，那时候没想到今天会站在这儿，对着100多位医者说话。药王堂的路不是我一个人走的，师父铺了30年，萧景兰挡了所有风雨，阿九接住了传承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添了一砖一瓦。我娘用命换了这条路不断，我师兄用15年隐忍守住了这条路的尽头。药王堂的灯今天亮到了西域，只要灯还亮着，路就不会断。栓子哥，你当年怎么拜师的？我蹲在川蜀分堂门口卖糖葫芦，你阿九师傅说我是好苗子，就收了。那我也去卖糖葫芦。
先把药名认全再说。你治好了我的寒毒，也治好了我的厌女症，你是我的药，你也是我的药。明天你有什么打算？去银月寨，给我娘再诊一次脉，然后回总堂，把师父的骨灰移进药王堂的祠堂，再然后，坐在这屋顶上看下一场烟火。7年后他在我身边睡着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靠近其他女人，不是因为我讨厌她们，是因为我身边这个已经足够我用一生。那年谷主姐从银月寨回来之后，再也没有提过内鬼2个字。我后来问沈师叔，他沉默了很久才说，内鬼是谁，你谷主姐早就猜到了，但他选了不说，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而药王堂的根必须干干净净地长下去。你娘气色比上次好多了，她每天自己熬药晒药，还说要帮我把西域学府的药草种子寄过去。你们先自己看看，阿婆马上回来。你就是北境那个燕家丫头，晚堂信里提过你。伯母好。这是银月寨的护身镯，戴上。你帮过晚堂，就是帮过银月寨。谢了。你下次来，把2个孩子也带上，我想外孙了。